么说唯有成功收服净莲妖火之后，萧炎方才以断层式碾压的绝对姿态，真正坐稳了中州大陆年轻一辈第一人的头衔呢？万万没想到，本以为来中州见见大世面的侥幸哥，结果竟成为了这些天骄们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众所周知，未曾收服净莲妖火之前，萧炎的实力已经侥幸的突破至2星斗圣初期，外加灵魂已是天境大圆满的境界。这等实力放眼中州年轻一辈已是拔尖的存在。毕竟像炎族的火炫与火炙，如今仅是高级半圣；耀族的天骄耀灵与耀天分别是半圣与1星斗圣。虽然薰儿与萧炎一样同为2星斗圣，但他的作战能力却远不如侥幸哥强。而这并不意味着萧炎便是如今年轻一辈当中的第一人，因为还有着魂族的少族长魂风呢。他身上怀有异火榜排名第2的虚无吞炎的一道紫火，开启族纹之后的他直达3星斗圣初期。通过争夺妖火本源的那一战便可看出，若不是萧炎投机取巧的利用声波斗技，黄泉天怒给魂风造成一瞬间失神，侥幸哥是绝对抢不走妖火本源的。若他俩在没人插手的前提下真要死磕到底，恐怕侥幸哥必败无疑。所以说魂风是目前远古种族年轻一辈的第一，那是一点毛病都没有。也就是说，除了魂风之外，虽然其他人自认实力远不如萧炎高，但好在相差并不是非常大。若是日后努力，或许有希望追上对方也说不定呢。然而现实却是给他们狠狠地上了一课。萧炎与薰儿在妖火空间内历经2年半，将此枚异火给成功炼化后，萧炎的实力直达5星斗圣初期，薰儿则是跟着沾了光的提升到4星斗圣后期。也是在这时，萧炎的实力方才在真正意义上远超薰儿。而短短2年半的时间，其余远古种族的天骄们若是没有什么大机缘的情况下，想要提升一级都费劲。即便他们有着斗帝血脉的加持，但这个玩意儿的最终上限便是斗圣，没有奇遇想要提升等级，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慢慢积累。像炎族与雷族的族长都已经活了数千年了，不也方才8星斗圣后期的实力吗？而在这之后，萧炎与这些天骄们第一个碰面的则是耀族的耀天。彼时的萧炎通过帮助紫炎的东龙岛击败北龙王，且在虚空雷池当中收服9玄惊雷，已是晋级至5星斗圣中期。为了帮助药老找回当年被驱逐出族的场子，萧炎师徒2人方才前往耀族参加耀族大典。而反观耀族天骄耀天却依旧是原地踏步的1星斗圣后期，并且当萧炎在大舞台上与一些成名已久的老怪们比拼炼药术时，身为天骄的耀天却只配坐在小孩那桌搓一些上不了台面的糖豆，这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毕竟当时在妖火空间内，他俩的实力相差并不大，但现如今却是被人家给甩出去了8条街啊！并且在药典结束后，耀族惨遭魂族灭族，萧炎拼着9死1生，带着耀族年轻一辈逃出升天。耀天为了感激萧炎的救命之恩，更是从当初的称呼萧炎为弃子之徒，改为一口一个萧炎前辈。后来萧炎为躲避7星斗圣魂煞的追捕，通过吞服9品玄丹晋升至6星斗圣中期，且逃往了古族。这时候古族的年轻一辈更是惊掉了下巴，因为彼时他们族中的天骄薰儿却依旧是4星斗圣后期。曾经看不起萧炎的灵泉与古妖，一个仅是高星斗尊，另一个则是刚刚迈入斗圣层次。至于古青阳则是2星斗圣，古华与古行他们则是1星斗圣。这等实力上的绝对差距，让得他们这些天骄们自是有些惭愧。而心中最为郁闷的当属灵泉与古妖了。要知道他俩当初可不止一次的对萧炎一口一个萧家废柴，但就是这么一个已是没落的萧家小子，竟成长到跟族内长老相比肩的层次了呀。后来古元相邀，炎雷2族族长前来古族共商对付魂族一事，其族内的年轻一辈自然也跟着一起前来。其中炎族天骄火炫与火炙的实力分别是1星斗圣与高级半圣的实力，对于萧炎如今已经达到6星斗圣，他2人已经见怪不怪了。要知道当时在天幕副本以及身处妖火空间时，萧炎的实力便早已将他2人远超身后。可即便如此，火炫心中依旧对萧炎这如此变态的成长速度震撼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啊。其次，雷族此行前来的还有着一个实力达到3星斗圣后期的雷族天骄雷动，他生性好动且喜欢找人切磋，当时包括古青阳在内的一众黑烟军统领被此人挨个锤了一遍。后来古华担心给古族丢面，在薰儿不喜欢抛头露面的情况下，古华等人一口一个妹夫的称呼萧炎为他古族撑场子。可能咱老萧被这突如其来的妹夫给叫爽了，这才以6星斗圣的实力毫无压力的击败雷族天骄雷动。至于魂族天骄魂风，在萧炎2进天幕，通过先祖萧玄的帮助下，致其灵魂达到地境，为了救出自己的老父亲萧战，并阻止魂天帝凑齐古玉的计划，3组联军于天府联盟与魂族在藏天山脉这里展开交战。虽在原著当中并未具体介绍彼时魂风的实力，但从保护他的几位魂族长老皆是4星斗圣上来看，想来彼时魂风的实力最多也超不过4星斗圣，否则就是魂风保护他们了。而萧炎以6星斗圣中期的实力搭配地境灵魂，即便与8星斗圣相战也丝毫不惧。2人再次相见，魂风害怕到极致的同时，更多的则是震惊与不甘。要知道当初在妖火空间时，他的实力可是远高过萧炎的，魂风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才几年没见，对方竟然会成长到
到如此恐怖的地步啊！这等实力，即便放在魂族长老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存在呀。当然，后来萧炎也是没有丝毫意外的，便斩杀了包括魂风在内的这几名魂族长老。这么一看，成功收服净年妖火，便是萧炎成就中州大陆年轻一辈第一人的一个分水岭。未曾收服之前的萧炎得此称号，或许有些勉强，并且远古种族天骄们有着努力便可追上来的趋势。但收服之后，所有天骄们在咱侥幸哥面前却已是望尘莫及。而这也正印证了那句：我见过许多天才，但他们见到我都管我叫做天才，因为天才仅是见到咱老萧的门槛罢了。